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都江堰已经存在了至少4000年了。虽然教科书上说都江堰的建造者是2200多年前的秦国人李冰父子，但也许他们只不过是用一种很神仙的方式重修了都江堰。比如，为什么李冰的儿子是二郎神？如果你到成都深度游，仔细听川剧里的二郎神、临鳖治水，甚至是诸葛亮七星灯续命，这些经典的神话似乎都是密码。而破解这些密码了，我们似乎能听到都江堰正在给我们讲述一段被删除的上古故事。时间回到1940年，成都市区一片火海，天空中的日军轰炸机还在盘旋，他们要寻找下一个目标都江堰。因为在他们的情报当中，都江堰是一个水利工程，是它灌溉了成都平原，才让四川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他们要炸毁都江堰，但结果他们在目标上空转了又转，并没有找到预想当中的水坝，只能返航。这就是神奇的都江堰，灌溉了1000万亩的土地，却没有水坝。它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却又帮人类用自然征服了自然。本来成都就在雪山脚下，出门就是青藏高原，自己又是一个盆地，按理说每年夏天雪山融水都能准时灌满这个大盆子，但为什么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呢？原来整个盆地当中有好几条大河直通长江，长江就像一条超级下水道，排水能力超强。而这几条大河当中呢，流量最大的一条叫做岷江，每年平均水量900亿立方米，比黄河的流量还要大。岷江最靠近青藏高原，洪水一冲下来就到了成都，理论上成都就应该是一片大海。但幸好成都外面有一座玉垒山，山体非常坚硬，硬生生地拦住了岷江，让它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向南流到了长江的方向。但是玉垒山并不是一座大山，岷江暴涨的时候了，洪水还是能从各个方向绕过去，把成都变成大海。这样其实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岷江水小的时候，成都就干旱的要死；岷江水大的时候，成都又变成大海。半年干旱，半年洪水，好好的成都平原愣是被岷江祸害的不能种粮食。比如古蜀国的三星堆文明，他们就没有看上成都，而是跑到北边地势稍高的一个地方去居住。那如果是你，要如何治理岷江，拯救成都呢？可以参考的思路大概有4条。第一，在岷江还在大山里的时候，就用超级大坝把它给拦住，然后人工蓄水、人工放水来调节水量。第二，把大坝化整为零，在岷山里面修建无数个小水库，这样也可以调节水量。第三，每年都和它硬刚，排沙筑堤，让它慢慢变成一条地上悬河。第四，修运河，把岷江和其他的大江大河连起来，让几条大河之间自然调节水量。其实无论是古埃及苏美尔还是现代的水利专家，大家想到的大概也都是这4种方案当中的一种，而都江堰呢，偏偏搞出了第5种方案，无坝治水。关键是人类几千年前搞过无数的大坝、水库、防洪堤和运河，到现在还在运行的呢，几乎只剩下都江堰了。那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了？首先，古人看中了玉垒山的大拐弯，这是治沙的关键。大禹曾经说过，治水先治沙，因为无论是修水坝、修防洪堤还是修运河，如果处理不了上流裹挟下来的泥沙，那就只是一代人的工程。泥沙慢慢垫高，终有一天洪水还是能够摧毁你。而这个大拐弯呢，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滤沙器。我们做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发现，水流在经过急弯的时候是分上下2层通过的，上层水走外圈，下层水走内圈。泥沙很重，一定是沉在靠近下层水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大拐弯的地方呢，泥沙会天然的往内圈靠，外圈则是泥沙较少的上存水。下一步就是要在玉垒山上开凿一条运河，把这些上层水取过去。这个难度很高，因为我们前面刚说了，玉垒山非常坚硬，连岷江都冲不过去，才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拐弯。所以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古人究竟是怎么在玉垒山上开凿运河的。
现在的推测是，古人使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先在山上的石头上放火，把石头烧热，然后再突然给它降温，这样热胀冷缩，坚硬的花岗岩就很容易裂开。古人再来开凿就不那么难了。大拐弯加运河就形成了一个2-8分沙的模型。江水当中大约只有2层沙石会进入运河的方向，但是这2层沙石还是很多，如果放任它积累2000多年，运河早就被堵死了，所以一定还需要其他的配套设施来解决这些沙石。于是古人又在江心修建了一个人工小岛，叫做鱼嘴，前半段是流线型的尖嘴，后半段则被称作金刚堤。金刚堤的尾巴又和运河的入水口形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结构，叫做宝瓶口。这样一来，鱼嘴、金刚堤、宝瓶口又在河道当中模拟出了一个拐弯，2-8分沙的原理再一次被放大。流到宝瓶口方向的泥沙理论上就只剩下2-8的2-8%， 4%左右。这个泥沙量古人计算过，是可以人工清理的。但是实际当中如何做出理论值呢？古人又创造性的设置了一个叫做飞沙堰的装置，这是一大片又矮又宽的小堤坝，水可以很轻松的淹过去，但同时水经过飞沙堰也会大大减缓它的流速。这样一来，被鱼嘴分到外圈的泥沙又有了3个秘密：第一，是在水小的时候自然沉降到飞沙堰上面；第二，在水大的时候被从飞沙堰上面冲走；第三，就是留在宝瓶口外面不断的打转，不往运河里走。而这些打转的泥沙呢，最终也会被其他的泥沙裹挟着落到飞沙堰上面，实在是很高明啊。最后一测，沉到宝瓶口底下的泥沙呢，只有 4.5% 左右。治沙结束了，下一步就是治水。治水的原理其实还是鱼嘴在工作，它俯视的时候是一个2-8分沙的装置，而如果将它抛开看剖面，你会发现它又成了一个4-6分水的装置。任何连通大气的情况下，水平面一定是一样高的。那鱼嘴把河道分成一个内外不均匀的形状，不就可以起到分水的作用了吗？水大的时候，内江分到4层水，洪水就不会通过宝瓶口去袭击成都；而水小的时候呢，内江分到6层水，又能保证足够的灌溉用水量。同时，当水非常小的时候，飞沙堰会露出水面，形成一个坝。这样，所有进入内江的水都只能流入宝瓶口，而如果水量上涨，又能淹过飞沙堰，一边排沙一边泄洪。原来这2个装置，古人不仅利用了它的正面原理，还利用了它的剖面原理，简直有一种智商被从维度上碾压的感觉。这种设计还有更精妙的地方，那就是除了排沙泄洪灌溉以外，它竟然还不影响通航，也不用搞什么船闸和水梯，船只可以在都江堰上面自由航行，实在是高明。另一个方面，都江堰的维护也非常的简单。深淘滩低作堰，就这6个字就是整本都江堰维护手册的全部内容。冬天枯水的时候，先把内江截断，然后开始深淘滩，也就是把淤积在这里的泥沙全部挖出来。要挖多深呢？古人早就在下面埋好了3根卧铁，挖到这里就达标了。那挖出来的泥沙怎么办呢？很简单，也不用运走。还记得飞沙堰吗？这是一个被水流不断冲刷的堤岸，每次维修正好要重新加筑飞沙堰，用那些淘出来的沙石往上堆就可以了。但记住，不要堆得太高。这就是深淘滩低作堰的全部工作。不打仗的时候，一般是岁修，1年1次，清明节之前完成。清明节那天呢，举行盛大的开水仪式，内江重新被开启，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了灌溉区。而如果打仗了，10几年不修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就是都江堰的所有原理，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简直就是一个远古道家的杰作。那它真的是秦国人李冰父子几年之间就建成的吗？虽然标准答案上就是这么写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挖，就会发现这当中的密码。传说在今天成都周围和四川盆地的范围内，曾经有一个古蜀国。古蜀国呢，又有5个非常远古的王朝。第一个王朝叫做蚕丛，他们还在使用石器，家园经常被洪水淹没。第二个王朝叫做博冠，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玉器，而且出现了原始的八卦。现在成都温江区还有一个八卦墓，传说就是伯冠的坟墓。考古中也发现伯冠王朝的淤泥层在渐渐减少，似乎水患已经开始被治理了。第三个王朝叫做鱼凫，专家们认为这是最漫长、最辉煌、最奢侈的一个时代——三星堆。这个时候呢，他们似乎已经可以很好的控制洪水，所以一个神秘的青铜文明才在盆地里悄悄地发展了起来。但同时，专家们也怀疑三星堆文明最终还是被洪水毁灭了。然后到了第四王朝杜宇，杜宇王朝不仅擅长农耕，还非常的凶悍，似乎今天的宜宾、云南、贵州那一带都是一个大牧场，出产战马，不断的往外打，几乎统治了整个四川盆地和汉中。但是就在杜宇王朝最强盛的时候，第五王朝已经在洪水问题当中悄悄诞生了，它叫做开明。这个王朝被怀疑是《山海经》的原作者，因为《山海经》的地理中心是昆仑，而昆仑的中心正是开明。开明王朝诞生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了下来。这天，长江上突然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杜宇朝的百姓官员们都在围观，原来竟然有一具尸体逆流而上，漂流到了蜀国，整整7天7夜不腐烂也不移动。于是人们为这具尸体建造了一座阴庙，祭拜了久久81天以后，尸体复活了。他说自己来自东边的巫国，叫做鳖宁，会法术，能治水。说完，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草绳，跳入了长江当中，斩杀了好几个水怪，长江顿时变得通畅。鳖宁很快就成了大众明星，杜宇不得已任命鳖宁让他治水。据说长江在流出蜀国进入巫国的地方有一块巨石，这是巫国坑害蜀国的秘密武器。但是鳖宁发动突然袭击，攻入巫国，摧毁了这块巨石，凿通了现在的巫峡。长江于是变得更加通畅了，鳖宁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成了杜宇王朝的二当家。二当家还想继续往上爬，那就要去解决最大的那个水患了——岷江。据说正是鳖宁最早开凿了宝瓶口，设计了初代都江堰。到这个时候，鳖宁的名望已经非常的高了，高到杜宇都被迫把王位禅让给他。于是开明王朝就这样建立了。但是鳖宁执政以后呢，就开始攻击杜宇，说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治水，杜宇在家里却强暴自己的妻子，一时之间民怨沸腾，杜宇被诬陷，一口鲜血吐出来，灵魂变成了杜鹃鸟。这段杜宇和鳖宁的传说听上去就像那种很纯的神话，但是考古学家们竟然也挖到了证据，那就是成都市中心的传棺古墓群。传棺，这是八国人的风俗，所以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在描述一段八国叛军逆流而上，赢得蜀国政权的历史。这个时候，中原已经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开始崛起，几百年以后，鳖宁建立了开明王朝，最终被秦国大将司马错灭亡。时间来到公元前119年，都江堰的石滩前来了一个26岁的年轻人，他见到了眼前的奇迹工程，心中感慨万千，这究竟是谁造的啊？古蜀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啊？虽然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他已经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答案了，因为古蜀国的历史早就被当年秦国大将司马错全部销毁了。而这个年轻人呢，不是别人，正是司马错的9世孙司马迁。没错，写《史记》的那位老兄。司马迁问当地人都江堰是谁修的，当地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说鳖宁。于是司马迁就把鳖宁写到了《史记》上，宾。然后我们的历史上就首次出现了有关都江堰的记载。司马迁说他的建造者是一个叫做蜀守兵的人，而这个蜀守兵究竟是谁呢？虽然标准答案上说蜀守兵应该翻译成一个叫做兵的蜀郡郡守，
但是查遍秦国资料，连司马迁当年都找不出来这个叫做宾的蜀守究竟是谁，姓什么，哪里人，在秦国的履历如何，等等等等，一概不知。而如果换一个理解，守在史记当中其实还有土地所有者的意思。比如司马迁说自己祖先的时候，就是说是因为失去了土地才改成了司马姓。所以这样理解的话，蜀守宾就应该是蜀国所有者宾的意思。而这个蜀国所有者宾是不是很像司马迁听错了的那个名字鳖宁？另一个层面，都江堰有一座二王庙，二王庙里面最早供奉的是鳖宁和杜宇，而后来呢变成了李宾父子，其中李宾的儿子是李家二公子，人称李二郎，也就是传说中的二郎神君。而在四川神话当中呢，李宾父子鳖宁杜宇他们是一类人，都是掌握着上古道法的半人半仙。比如传说中李二郎就非常精通一种叫做雨布的上古道法，这个法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来到300多年以后的五丈原，诸葛亮夜观星象，发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他就在大帐里点起了7星灯，迈着雨布开始做法。雨布7星灯组成了一种更高级的上古道法，据说可以向上天借命，叫做压胜术。压胜术的种类很多，比如古代的木匠把剪刀放在你家房梁上，这就是一种谋财害命的压胜术，剪刀就叫做压胜物。另外房梁上雕刻的怪兽，这其实也是一种保佑房主的压胜物，属于比较光明的压胜术，没有反噬效果。而所有不光明的压胜术都有反噬效果，比如传说中房梁上的剪刀如果被发现了，那么放剪刀的木匠就会被反噬。而这里呢，诸葛亮的雨布7星灯也是不能被识破的压胜术，如果有人发现你借命，那么不仅借不了，反而会加速死亡。另外还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雨布的小秘密，翘二郎腿，这其实是一句很地道的成都方言，但似乎全球华人都听得懂，而且我们还知道不能翘二郎腿。但为什么不能翘呢？痞里痞气吗？不雅观吗？好像都说不通啊。另外二郎腿为什么叫二郎腿？难道和二郎神有关？你没有猜错，它真的和二郎神有关。因为都江堰上的二王庙最先供奉的二郎神神像正是翘着二郎腿的状态，而且古代各地的二郎神神像也都是翘着二郎腿的状态，所以二郎腿才叫二郎腿。但是为什么不能翘二郎腿？其实二郎腿就是雨布的基础动作，也就是说，如果你翘起二郎腿，其实是在无意中使用了非常恐怖的压胜术雨布。这个法术是有反噬效果的，普通人千万不要瞎用。说完了二郎神，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爸爸李宾，这其实也是一个精通压胜术的道家工程师。比如在成都城里面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段故事。时间回到1973年，成都天府广场正在修建电信大楼的工人们发现，东北角的那根地桩怎么也打不下去，从钻头上来看，就像是碰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果然挖开一看，下面是一只石兽，非常的大，很像被古人雕刻以后埋下去的，但谁也认不出来这究竟是什么怪兽。不久以后，考古队赶到现场，考古队的老先生不爱说话，等他看到怪兽的那一瞬间，先是一惊，然后又说这是古人雕刻出来的石犀牛，不要紧，可以继续施工。但是施工队实在拿这个大犀牛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当时根本就找不到足够大的吊车来搬运它，所以整来整去，施工队最后还是选择就地掩埋。眼看着犀牛被重新埋上，老先生也就跟着考古队撤走了。事实上，老先生早就已经破解了这只犀牛的身份，因为历史书上有记载，这是李宾当年修建都江堰的时候埋下去的镇水神兽，是压胜物。一共有5只，2只放在府内，1只放在市中心的天桥下，剩下的2只放在水当中。很显然，施工队刚刚挖到的正是市桥下的那一只。就这样，石溪在当年没有被打扰。压胜术这类上古道法在四川流传的非常久远，
很可能从远古的蚕丛鱼凫年代就已经在古蜀国产生了，也有可能三星堆、山海经，这都是当时那些精通上古道法的古蜀国先民留下来的遗物。鳖宁和李冰父子，这可能也都是利用上古道法治理洪水的道家工程师，而司马迁说的蜀守兵也可能并不是秦国郡守，而是蜀国本土的工程师。在历史上，蜀守兵变成蜀守李冰，这是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加进去的一个姓氏。我们虽然不知道班固是怎么考证出来他姓李的，但有可能班固也是看到了这些道家密码以后，给他安了一个最典型的道家姓氏李。道家的宗师老子不也姓李吗？叫做李耳。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密码全部重新组合，似乎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都江堰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道家几千年来在治水实践当中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自然工程。从最原始的蚕丛时代，远古的道家学者们还拿着石器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究竟要用什么力量才能战胜大自然的洪水。到了帛冠时代，他们的石器变成了玉器，八卦也开始渐渐出现。他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战胜自然，必须使用自然的力量。洪水开始一点一点的被治理，接着到了鱼凫的三星堆时代，他们手中的玉器已经变成了青铜、黄金和象牙。自然之道已经帮他们控制了洪水，成都平原发展出来了独特的三星堆文明。但最终当大自然反扑的时候，三星堆文明还是被洪水淹没了。继任的是杜宇王朝，他们很彪悍，似乎找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靠征服转移矛盾，让蜀国走出这个不断被洪水蹂躏的大盆地。但是就在杜宇的征服泡沫被越吹越大的时候，山海经里面的巫咸国来了一个叫做鳖宁的阴谋家，他的道法或者说他对自然之力的理解和蜀山道法不一样，取长补短，两者一结合，竟然在治水能力上突飞猛进。很快几千年都无法解决的水患被鳖宁治理了，甚至还开凿了最初的宝瓶口。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北方的虎狼之师，秦军来了，蜀国、吴国全部被灭亡了。他们的粮食、他们的自然之道、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和财宝，全部被秦国做成战船，顺着长江浩浩荡荡的去征服楚国。蜀国人不服，但秦国人的刀剑和法律让他们臣服，灭绝他们的历史，征用他们的粮食。就在这种百姓疾苦的乱世当中，一个鳖宁王朝的旧臣走下了山来见秦军。他说自己能让成都变成天府之国，变成大秦粮仓，但是请放过蜀国百姓，不要再浪费他们的劳动。于是这位乱世下山的道士就成了史书当中那个神秘的蜀守兵。是他在几千年的道家经验之上，把都江堰建成了今天的样子，然后又神秘的消失。蜀国人感念他，把他放入二王庙，称作鳖宁。但一切和鳖宁有关的记忆，这都是秦国人禁止的东西，怎么办呢？于是楚国人就把这位神秘道士叫做鳖宁的转音宾，然后又杜撰了李冰父子二郎神君的故事，让他们世世代代守护四川，一直到今天。所以当你来到都江堰，去蜀山行仙，到成都考古，看着那些三星堆人像恍惚间出神的时候，也许这就是你离远古道尊、离山海经最近的距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寻仙考古去成都，你不是一直在啃兔头吗？